大家好，我是温妮。今天我们来做可可口味的戚风蛋糕。这是一款最常用、最基础的蛋糕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做生日蛋糕。玉米油35克，可可粉10克。这是一个6寸的配方，如果是8寸的话，要到16克。这里用的油不仅限于玉米油，只要是没有味道的油都可以。比如说葵瓜子油和调和油，但橄榄油和花生油在这里并不适合。可可粉和油倒在一起，充分的搅拌均匀。筛入50克的低筋面粉，面粉只有遇到水的时候才会产生面筋，但是现在咱们的盆里只有油，所以你可以用蛋抽随意的搅拌。搅拌到顺滑无干粉即可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分蛋。6寸的戚风蛋糕一般会用到3个鸡蛋，如果鸡蛋太小，用到4个也没有问题。3个蛋黄放到刚刚调好的可可面糊里，分离出的蛋清拿到冰箱中冷冻10分钟。最后在面糊里加入40毫升的牛奶，牛奶中含有大量的水分，这时候我们搅拌面糊就不能太随意了，用画 Z 字的手法去搅拌，能有效降低面筋的产生。刚开始面糊会全部堆积在蛋抽里，稍微有一些耐心，大概搅拌1分钟左右，面糊就能够顺滑了。拿出我们的蛋清，现在我们开始打发蛋白。给蛋清降温并不是让它快速的打发，而是让它减缓打发的速度，这样有利于我们观察它不同阶段的状态。白糖45克，分3次加到蛋清里。第一次添加是出现大泡泡的时候，加入1/3。打蛋器的速度为中低速。当大泡泡基本消失，添加第2次白糖。当推动打蛋器，蛋白开始出现纹路的时候，加第3次白糖。盆壁周围的蛋白很容易被忽略，期间你要停下来，把盆壁周围的蛋白翻一翻。戚风蛋糕的蛋白打发应该是中性偏干的状态。当蛋白周围的纹路消失的比较慢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检查它的状态。提起打蛋器，然后再次插到蛋白里，这时候蛋白的状态会出现一个大的弯钩，而且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很软，这个是刚到湿性发泡的状态，不是我们要的状态。开低速，继续搅打。30秒钟以后，蛋白开始微微有了一些光泽，我们再来检查。现在蛋白同样是大的弯钩，但是和刚刚相比已经硬挺了许多。现在的状态是马上要由湿性发泡变成干性发泡了。如果做原味的戚风，刚刚的状态已经可以使用了。可可粉比较容易让蛋白消泡，我们需要打发到这种直立的小弯钩。检查的时候不仅要看打蛋头上的状态，同时也要看盆里的蛋白状态，这样会更加准确。打好的蛋白会非常有光泽，倒扣过来蛋白没有滑动。然后取1/3的蛋白倒到可可面糊里，用切拌的手法搅拌均匀。然后把可可面糊倒回到蛋白里。
同样用切拌的手法搅拌均匀。别忘了翻一翻盆底，看一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拿出模具，从高一点的位置把面糊倒进来，这样能帮我们赶走一些大的气泡。再轻轻震一震模具，赶走小的气泡，然后送进烤箱。时间到了，要立刻从烤箱里拿出来，震一下，震出热气，随后倒扣晾凉。彻底凉透之后再来脱模，你可以用脱模刀，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手先把盆边的一圈摁开，然后轻轻推动底部，底部也是同样用手轻轻地摁一圈，没有凹底，微微的有1到2个大气泡。整体蛋糕是比较均匀的，去掉顶部和底部，我们看一下中间的组织，气孔均匀，没有出现死面层，而且你怎么揉捏它，它都会恢复原来的形状。这种低温烤制的方法，吃到嘴里是那种湿润绵软的口感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温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